陈玄，下手重了。弟子失手，请长老责罚。陈师兄别自责，废物站在擂台上找死。叶缺那种人，死了就死了。他怕血脏了靴子。丁宿主已死亡，最强鬼修系统激活，修为增长速率无限。多少？第1吸炼气9层，第10吸金丹，第30吸元婴。我活着7年炼气3层，死了半炷香。元婴。检测到陈玄心率平稳，嘴角抑制性上扬，虚伪度满分。剑法命中精度练了至少3个月。他不是失手，不是，是专门瞄准心脏。叶缺附身成功。那是什么？回放，剑从侧面，不是失手，他瞄着心脏刺的，他瞄着心脏的。师兄，刚才那一剑不够深，要不要我教你怎么刺，才能杀透一颗心脏？这把剑等我回来死。叶缺脱离肉身状态，距天劫46个时辰，范围宗门全界。哥，粥给你留着，冷了就在炉子上热一下，烫。乱葬岗尸体数百具，附身提取修为，全部附身后渡劫大圆满。能驱散天劫吗？届时可驱散或杀光所有想保护的人，灵魂收入系统，等天劫过去再放出来。第2个选项你认真的？我很认真，但你会选第1个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有30吸剑插进石板，没有插进陈玄脖子。你不是不想杀他，你在给自己留余地。宗主，别让叶家的尸体进祖地。第13具最底层，皮肉完整未腐烂，皮肉完整未腐烂。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师兄杀的，你为什么停住了天劫？天劫的能量残留在我体内，不让我烂。再等叶家后代全部死光，一次性炸开。天劫惩罚。对，叶家每代人渡劫，天劫是别人10倍。天道不想让叶家人活着飞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发现了天道在吃什么。你的天劫能炸掉方圆1000里，还有45个时辰，把它引开。引不了就停住。叶家历来是在天劫底下做文章的，你附身过的每一白骨都在被你唤醒，不是复活，是醒。能帮你扛天劫。你爹炸了一座城，你爷爷屠了一个宗，你曾祖父和上界监察使同归于尽。我用自爆停住了这道天劫，停了30年，等你的。谢谢哥。已附身1代位380批，距天劫44个时辰。跟我来。你高祖父
你爷爷，你爹，我无了。所以空着。叶家人的碑从来不是死后刻的，是生前刻的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会怎么死。叶擎苍，你高祖父渡劫时引下10倍天劫，把天劫引到上界监察使的降临点上，监察使落地，天劫到，一人一神同归于尽。叶怀远，你爷爷30年追踪上界在人间的走狗天书宗，他渡劫那天，天劫劈在正殿，高层无一生还。天劫为什么劈叶家人？因为叶家血脉里有东西，天道怕他。天劫放大10倍，不是为了杀叶家人，是想让他永远醒不过来。我叫叶长生，叶家初代家主。我发现了天道在吃什么，所以我的后代生生世世天劫10倍。叶飞升，太爷爷，你的天劫停住了30年，不过他还在，还在，他在等叶家最后一个渡劫的人，2道天劫一起炸。你当年不是挺住了他？我是把他晾在那儿，等一个合适的时间。2道天劫叠在一起，能炸掉什么？整个上界在人间的一切。一眼拼出一幅图，叶家祖宅底下压着传送阵，通往人间和上界的夹层。初代家主封住了。叶家不能绝后，把我葬在最高处，让我看着叶家的人一个一个走进来。上界监察使每100年换一届，这一届还剩3年。还剩3年是什么意思？此人接触过上界情报，死因灭口，颈骨上的切口，极薄的利器，一刀头颅落地。400多具白骨，有多少不是自然死的？你刚才问血脉里有什么让天道害怕？那个东西叫众生印。每个叶家人死后，灵魂不会消散，附在离他最近的东西上。一把剑，一块碑，一具白骨。众生印是底层能力，但系统的源头不在叶家血脉里。叶缺附身成功。门还开着。在你渡劫之前杀你，把众生引抽走。天道等了1万年，叶家人只有在死后才能觉醒众生引，活着觉醒，天道亲自下来抢。我已经死了，所以天道下不来，只能派监察使来。监察使打不过一个觉醒了众生引的死人，所以他一定带兵，带多少你杀多少。距天劫40个时辰，白骨军487具，修为大成期，众生引觉醒度52%。青谷高岭，山后面，极北之门。宿主，众生引的钥匙，你母亲改造它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要播放吗？放。娘给你睡了不是系统，娘把它解开了一半，另一半呢，等你死了再说。门后面是所有被天道吃掉的人，万年的飞升者还活着。你娘是叶家第一个外姓觉醒者，嫁给你爹那天自己走进祠堂，在初代牌位前站了1夜，第2天走出来，眼睛一黑一白。我现在呢？一样，从你死的那一刻就是了。你以为擂台上一战300人不敢动手尾，不是我修为，是你睁眼看他们的那一瞬间。众生引在看，活人受不住。魂印，上界监察者都有，死后封住尸体，防止搜魂。魂印的钥匙是众生印，初代家主当年没觉醒众生印，只能杀不能搜，所以这具白骨在这里等了1万年，等一个觉醒了众生印的叶家人开它。第3监察使汇报：启禀天道，人间巡视完毕，叶家后代仍在追踪。第11代孙叶震山已渡劫自爆，天劫被强行截停，至今悬于云层之上。叶长生当年炸了我的熔炉，
他的后代每隔几十年炸我一个据点，1万年你们一个人都没抓到。叶家血脉中的众生瘾一旦觉醒，天道大人亲自降临，方可收服。我下不去。夜长伤生炸掉的是人间和上界之间的通道，通道炸毁之后，我只能坐在这里通过导管看了1万年。但我找到了另一个人间入口，极北之处有一扇门，叶长生没来得及封，下一任监察使3年后上任，你让他去，从门进去，趁叶家后代还没觉醒。看到了什么？天道是个孩子，7、8岁，坐在熔炉中心，身上插满导管。他说叶长生炸掉的是通道，他下不来，只能通过导管看了人间1万年。他找到了极北那扇门，下一任监察使从那里进。现任监察使还剩3年，他已经死了，天道不知道。初代家主当年被谁出卖的？搜索中关键词叶长生，出卖者，出卖者身份叶长生之妻，第2代家主的母亲，名字已被天道从所有记录中删除。初代的妻子出卖了叶长生，原因被抹掉了，但不姓叶，外姓和我娘一样。宿主关于你母亲，现在可以回答了。说吧。你母亲嫁入叶家前，为上界制造过300套天道容器控制系统，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天道怎么控制飞升者。她叛逃后，用最后一套系统改造了众生引，把死后附身升级成死后无限修炼。你现在用的系统是众生引的钥匙。小缺，娘给你的不是系统，是钥匙。众生引在叶家血脉里睡了1万年，娘在生你之前把封印解开了一半，另一半等你死了再说。还有一件事，众生引不是叶家自带的，是叶长生从上界禁区偷出来的。禁区里全是钥匙，众生引只是其中一把，每一把钥匙对应一道封印，叶长生打开了一道，所以他才会死。所以叶家每一代都要赴死，不是天道在吃东西，是叶长生偷了天道最怕丢的东西。众生引是什么的钥匙，你太爷爷一定知道。众生引是什么钥匙？门，极北那扇门，众生引是他的钥匙。叶长生1万年前把门关了，用众生引封住，然后把众生引锁进叶家血脉。天道要的不是叶家的领地，是门。门后面是所有被天道吃掉的人，1万年的飞升者，修为被榨干了，但意识还在，困在熔炉最深处，活不了，死不了。开门，飞升者全部释放。天道没有食物来源。对，所以天道怕的是门被打开，不是叶家。是叶家手里有钥匙，初代用自己一个人的死封住了门，众生引留给叶家做保险。万一门被天道找到，随时有一个人拿钥匙去关门或者开门。我爹去了极北，找到了门，门还关着，但锁开始松了。1万年，众生引代代消磨，你娘改造后醒了一半，另一半在你彻底觉醒之后。每个人的死，都是因为这把钥匙。每个人，你高祖父，你爷爷，你爹，你娘，我，还有你。距天劫38个时辰，白骨军487具，监察使尸体已附身，获得上界功法7部，上界军力布防图1份，天兵总数12万。12万，我487。叶家人从来不是在数量占优的时候赢的。我知道你在，
从你在擂台上站起来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叶家的事，15年前我儿子飞升那天。厉寒星已接入第3导管，灵力抽取速率正常。爹，别让任何人飞升，上面不是血。7年，还能活7年。所以你没阻止陈玄杀我。上界的条件是，叶家死一个后代，给我儿子续10年。为什么不直接捅死陈玄？10年是从我儿子寿命上扣的，我用一次，他少10年。但如果我不接受，他们会把他从导管上拔掉，拔掉的飞升者3息化为灰烬。所以，你就看着陈玄杀叶家人。你的前任叶缺的爹也是我。上界界条件，叶神海不死，我儿子活不过第2天，所以我去了镇仙城，在他渡劫前，把一枚破阵符贴在城墙上，天劫劈到城墙时偏了1寸。那道天劫本来能把整个上界监察站炸碎，偏了1寸，只炸掉半个城。你爹死前回头看了我一眼，他看见了城墙上的破阵符，看见了我，但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把天劫残余的威力收回自己体内，然后炸了，没炸成，炸了自己。他最后说：“你儿子在导管上，我儿子还在宗门里，你不欠我，我也不欠你。”你儿子的导管我摸清了，第3导管阵列端口307。我在上界熔炉核心里做了一息，够记住3000根导管的位置。第307根连着谁，我记得。你能救他？能，不是免费。你欠叶家的命，用你儿子的命换。怎么换？代价是从今天起替我盯着上界天兵的调动，信息通过导管传回来。我答应。韩星，你再撑一下，爹来了。把你儿子还你，你我两清。叶缺已死，当初他从河里捞我时给我的那块玉佩，我已转赠于你，那是他留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东西，如今归你。我每晚都做同一个梦，梦见他从水里把我捞上来，浑身湿透，手里攥着玉佩。他问我冷不冷，我说不冷，他在发抖。附身可用，目标炼气2层。但我把玉佩给了杀他的人，那块玉佩是假的，真的那块你掉进河里就冲走了。叶缺第2天拿积蓄去临时铺买了一块假的，戴了3年，因为不想让你知道你的东西丢了。陈玄知道玉佩是假的，拿去鉴定，鉴定完把假玉佩卖了，换了块真的。他对你说你的那块我珍藏起来了假的，他骗了你3年。
不拦他会死。陈玄跪在我的剑旁3天3夜，他现在谁也打不过。苏荣炼气2层，刚好够捅进一个跪了3天的人胸口。你再赌陈玄不会动手。我的玉佩呢？那是我母亲的遗物。我在河底翻了3天，没找到。这假灵石是要送人的，给一个丢了东西的人。送假的不合适吧？真的，他不稀罕；假的，至少能骗他一阵子。换块真的，别跟他说。去杀了。你爹死前也放过一个人，没，不是因为那人有孩子在导管上，不全是因为那个。叶家人的天劫从来不是用来杀人的，是用来救人的。你爹放过了出卖他的人。你高祖夜诈监察使，先把监察使的孩子送出了城。你今天也放了一个。不是我放的，是他自己退的。哥哥今天怎么还不来接我？你哥在大髀上被人刺了一剑，死了。擂台上还有血没洗干净，那是我哥的血。回去，不早了，该喝粥了。你的粥，我哥说冷了要在炉子上热一下。你杀了我哥。那天我去看比赛了，坐在最后一排，我没看见你刺那一剑，人太多了。但我听见台下喊废物，在喊他废物，他死了还在喊。我不是来骂你的，我来跟你说，你不用跪了。我哥说下一剑先欠着，他欠你的。我不是来让他还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剑还插在擂台上，等他回来取。他从来不欠人东西。你是我哥？小心，余痕走尾。我哥走了吗？他还会回来吗？哥，我以后每天给你舀一碗放在这儿，你帮我喝。不是不让我拔，是不让我碰。陈师兄，怎么了？一把剑，别碰他。去叫长老。
不是不让我拔，是不让我碰。陈师兄，怎么了？那把剑，别碰它。去叫长老。剑里有东西。这不是插进去的，是种下去的。你们看这裂痕，不是从上往下裂，是从里往外裂。剑在吸收地脉。小宗主，都退开！这把剑不是插在擂台上的，是插在宗门脸上的。听说了吗？啊，宗主拔不出来，3位长老全试过了，陈师兄手都废了。那剑到底是谁的？你那天没来看大比，我在后山砍柴，叶缺，那个劈柴的废物。他死了。对，所以他插的剑，活人拔不出来。有人碰你的剑。陈玄，3个长老，宗主，全没拔出来。宗主拔了3寸，然后弹回去了，比之前埋得更深。剑在擂台打下扎了根，吸收地脉灵力。你越强，它扎得越深。等到你把487具白骨全部附身，那把剑能把整个宗门的地脉抽干。然后呢？然后，它就不只是一把剑了，它是你的矛，众生引附在剑上，天劫劈你，你可以把天劫引到剑上，剑替你扛。继续。已附身201/487。距天劫38个时辰，众生引觉醒度58%。我去找昨晚给宋周的那个小杂役，他坐在楼梯上不说话，跟我一起沉默着，好像在和我一起等同一个人。差不多了，你现在的修为已经到了天劫追着你跑的临界点，再往上突破，天劫不用等46个时辰，他自己会提前来。所以怎么让他改道？天劫追的是修为最高的那个人，你现在是大成中期，渡劫的时候会是大成圆满，到时候天劫劈下来，范围是整个宗门，你躲到哪儿，他追到哪儿。所以我要离宗门远一点。不够，你跑再远，天劫追上你的时候，你一个人扛，叶家的天劫是别人的10倍，你扛不住的。那怎么办？让他劈别的东西。天劫落下来的时候，如果他飞行路径上出现修为更高的人，他会犹豫。犹豫多久？1瞬。在他犹豫的那一刹那，你把天劫引向那个更高的目标，去拿走比我还高的修为。上界天道的化身那个孩子，他的修为不可衡量。如果你能把天劫引到他身上，他会死。但他不是神，他是容器。这一代容器死了，下一个容器需要100年才能成熟，100年够你做完所有事。怎么把天劫引到上界？飞升台已经关了，通道也炸了。你不走飞升台，你走另一条路。
监察使的降临通道。对，每任监察使来人间都有一条专用降临通道，这条通道是双向的，从人间也能上去。你用这具白骨伪装成监察使，从通道反向进入上界，然后在天劫劈下来的时候，别躲，跑到熔炉核心，站在那个孩子面前，在他有眼一瞬间，你跳开。太爷爷，你当年就是这么做的？不是，我用的是另一种方法。我没东西可以伪装成上界的人，所以用的是自己自爆了。自爆那一瞬间，修为暴涨到不可测量的地步，天劫犹豫了，他停在半空，到现在还在等那个更高修为的目标降下去。但我的修为在自爆之后就消失了，所以他悬了30年。那天劫，但你要办快，你比我多养监察使的尸体，你比为了回印之前，你若要跨这里，就快控制监察者的心。监察使生前修为真仙初期，但完全掌控需要至少24个时辰。24个时辰之后，天劫还剩多久？按当前众生觉醒速度，只剩14个时辰。够，你不会一个人上去。不够，487亿如同被收割一般的庄稼。宿主，有另一条路。说，监察者的降临通道只能过一个人，但如果你把白骨军全部收进系统储物空间，活物不行，但他们是死物。储物空间只能装白骨，你一个人上去就等于带了487个人。你呢？我还有一道天劫引到亮了3身上。那你就留在这里。你上去之后，我把熔炉核心撞在一起。信号怎么发？众生引，你用正引从上往人间传要念头，我就能天劫超。这是我们叶家血脉里的东西。你的人在天上，我的魂在地下，中间隔1万年，它还是通的。太爷爷，你当年自爆之前在想什么？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叶家人为什么都要死？我说你长大了就知道了。他5岁，我不能告诉他，你将来也会死，为了救你的儿子。你的儿子也会死，为了救他的儿子，一代传一代，直到有一个叶家人能把天道从餐桌旁边推开。那个人是你。我不是为了当英雄死的，我是被师兄一剑捅死的。那不叫死，你被捅了一剑，你没倒下，你站起来。300人面前，死人走了7步，把剑插进擂台，然后说：“等我回来取。”你知道我在乱葬岗底下躺了多少年？等你这样的叶家人来，等一个能站起来说“等我回来取”的人。历代叶家人死了都会去上界炸一个据点，但没有一个人能炸完之后还回来。附身成功。你要走了，快点回来。附身进度487分之486，最后一句，监察使白骨已完成。全部附身完毕。他们说了什么？第203句，告诉我娘我吃饱了。第312句，叶家祖宅后面的井里有东西，别去打水。第441句，我不后悔，没有一句说后悔姓叶。你该出发了。还有一件事。你在乱葬岗躺了这么多年，除了等我，还在等什么？极北之门的位置，我年轻时去过一次，那时候还不是太爷爷，那时候众生印还没在我体内醒。众生上有命，一半封在门里，一半锁进叶家血脉。2半从来没见过面，你去让他们合上，或者让他们永远分开。你希望我开门还是关门？我希望你活着回来。储物空间已开启，容量487具白骨，收费每具消耗10息显形时间，总计4870息，约81个时辰的显形额度，当前余额不足。之前不是免费附身吗？附身免费，储物收费，系统是要成本的。你以为我是你娘留下的遗产吗？你不是
天劫在人，他在等你全部收完，然后一次性批下来。那就让他等。太爷爷，别叫我太爷爷，叫我的名字叶震山。这才对，叶家没有长辈，只有前线和后方。你上去了，现在那个擂台是后方，众生饮食弹药，天劫是前。我把我的天劫能量给你，等你信号，和你的一起砸在熔炉核心。另一半天劫在你体内，会加速你的渡劫。原本还有38个时辰，多少？现在可能只剩24个时辰。去吧。众生影觉醒入71%，距天劫预估24个时辰，建议立即动身。降临通道已定位，入口乱葬岗正下方，出口上界第9层云台，预判阻力天兵巡逻阵列，建议伪装灵力波动至真仙初期。叶震山，等我的信号。我知道，小雀，叶从来在即。现在你去救你的女儿。那是妹妹，对她来说，你就是天。哥，你快点。该结束了。叶家的路走到我这一代，也该有个了断。来吧。上升速度每息3000丈，距出口第9层云台，预判抵达时间30息后。天兵巡逻密度每半炷香1轮，下一轮27息后。天兵巡逻队笔记建议右移。第3导管阵列方向，人流量大，身份验证薄弱。305号飞升者以灵力枯竭，正在损毁。你终于来了，太奶奶，是我，叶家第8代。你娘解开了一半。她在导管上给我传过消息，说叶家有一个孩子，众生饮解了一半，他会死，孩子会来，让我等。你娘还活着，被上界带走了，我不知道。他不在熔炉里，导管网络我摸了300年，每根导管连着谁我知道。你娘不在任何一根导管里，300年我用导管搭了一个网络，每一根导管里的飞升者我都能联系到，他们听我的，我告诉他们等一个姓叶的，他来了我们就走。多少人？3000。我来的路上看到了你们的状况，导管压着，你们走不了。能走，你坐上熔炉核心那个座位，把导管方向反向转，重抽改灌，3000人全部苏醒。那个座位是天道容器的，我坐上去，那个孩子会死。他不是孩子，他是第100代容器，这一代还剩13年。你跟他说话了？他的记忆，我见了监察室的尸体，看到了一段，他坐在熔炉中心，身上插着几百根导管。他说他下不去，通道被叶长生炸了，只能通过导管看人间，看了1万年。1万年，100代容器，每一个都是被抓来的凡人孩子，选中的条件只有一个，天生灵根全开，能承受所有属性的灵力灌入。选一个，燃100年，死换下一个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要你杀他？不是因为他想死，是因为每一代容器燃到最后都还剩一点点意识，那点意识会说一句话：杀了我。不是请求，是本能。容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在给天道当电池，再把人命转化成灵力。他把这个叫汇报，把自己叫天道，但他心里那个7、8岁的孩子想死。他拔下来，让他走。然后呢？这一代容器走了，天道没有容器，他会找下一个，下一个还是7、8岁的孩子。速
宿主，你坐上去。什么？你可以做容器。你已经死了，死人的灵魂不会被天道的权柄燃尽，因为你没有生命力可以燃烧。你坐上去，接管导管网络，不再是抽是灌，3000飞升者全部苏醒。我坐上去，永远不下来。你太爷爷叶震山还活着吗？死了，骨头在乱葬岗，还有意识。告诉他，他当年说我嫁进叶家是高攀，我高攀了300年。去吧。3000人在等你，我最后一个走。为什么你最后一个？因为我是叶家人，叶家人历来是断后的。你过来。从这根导管，我能摸到整个第3阵列。第3阵列有900根导管，每根连着一个宫殿，每个宫殿里一个飞升者。第307，厉寒星，宗主之子。我跟他聊过。他说他爹每年在他飞升那天都会对着他的牌位喝1夜酒。第288，我自己飞升那年，叶家给我办了3天流水席。你太爷爷说不办，我说我自己出钱，他拗不过我。第144，天拓宗前宗主，被你爷爷炸死的那个宗门，他不是作恶的，他是被世上界胁迫的，和我一样，飞升那天才知道自己被骗了。这个已经死了，上个月榨干了，导管空了。新接进来一个年轻人，飞升那天是我接的他。你怎么接？敲导管会有一段适应期，导管还没开始全力抽取，我敲3下接通他的意识，告诉他别怕，你已经入了牢笼，但你不是一个人。3000人全部是你接来的？不是我接来的，是我陪着进来的。每个人被接入导管的时候都以为自己死了，我跟他们说你没死，导管抽的是你的灵力，不是你的命，你的命还在你自己手里，只要你还愿意等，总有一天有人会把导管方向反过来。你等了300年，我还能等。叶家的字典里没有等不了，你太爷爷教我的，他在乱葬岗等了多少年？几十年不如你久。他等得短，但他是一个人，我身边有3000人，所以我比他强。太奶奶，我这次来是为了引天劫炸掉熔炉。不够，熔炉炸了，天道会建一个新的；导管炸，他们会造新的；飞升台炸了，他们还会建。你太爷爷炸了一辈子据点，上界的据点少了吗？炸据点等于砍树，树砍了，根还在。根是什么？天道本身。天道是什么？天道不是那个孩子。对，天道是那一套导管系统，是抽取灵力、转化灵力、分配灵力的规则。天道不是一个神，是一座工厂。那个孩子只是工厂的控制面板，你砸了面板，工厂还在运转，他只是暂时没人操控。过100年，他找一个新的面板。怎么关掉工厂？把原料断了，没有飞升者，就没有灵力来源，没有灵力，工厂自己会停工。那要把所有飞升者带出去，3000人全带出去。怎么带？导管压着。你说过，你坐上去，把导管反向，不是灌回去，是放他们走。一根导管接通一个飞升者。你坐在熔炉核心，可以把全部3000根导管同时断开，让他们从飞升台反向降落，回到人间。然后我一个人坐在上面，永远不下来。孩子，叶家人历来是断后的。他来了。等信号，信号一到，导管断开。所有人往飞升台方向走，不要回头。太奶奶，等我坐上那个座位，我会先把你的导管拔掉，第一个。不要第一个，要最后一个。我说过了，叶家人断后。需要学习这套暗号吗？学。暗号已载入，要发第1条吗？我是叶缺，叶家第8代，你们等的叶家人。我在上界第9层云台，
第3导管阵列第288端口，太奶奶的导管旁边。3000人，3000年，这个牢笼该拆了。第1步，通过导管反向把灵力灌回去，给你们每个人恢复修为。第2步，断开导管，所有人往飞升台方向撤退。第3步，我来挡住天兵，直到所有人离开上界。真仙初期恢复后战力70%，可断后；化神圆满，断后没问题。我欠叶家一条命。元婴期战力弱，但我可以不撤，反正出去也是个废人。爹，是你吗？不是，你爹在人间，他让我告诉你，再撑一下。他来了。这词的意思是，我爸说的那个叶家人是你吗？是。我叫厉寒星，飞升第1015年，修为快被榨干了。如果你真有办法，我的命你拿去，换我爸活。你的命不用给我，你活着回去，当面告诉你爹，不欠了。统计完毕，愿断后者1102人，愿撤退后重建者1869人，29人无回复。导管已静默，推测宿主已死亡。此人继续抽，直到干壳粉碎。这是天道工厂的运行规则。先试试1根导管能不能反向灌。够了，你灌了我1成灵力，够撑到撤退，剩下的留给别人。太奶奶，3000人投票结果，2971票跟我走，29个已经死了0票反对，0票。飞升者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，有的人想回去见家人，有的人想复仇，有的人只是不想死在管子上，但没有人投反对，是因为你。我只是第2个叶家人来到上界，你是第1个做过熔炉核心还能活着走出来的人。3000年没有一个飞升者能靠近那个球形宫殿，你坐在里面一吸够记住3000根导管位置。你出来之后没有逃，你回来找我了。有人吗？第3侦察室，是你吗？不是第3监察室，他死了。1万年前被叶长生一剑重新。我姓叶，第8代。叶长生，你的后代终于来了。来了。来炸我的熔炉。来关你的工厂。他在干什么？他在策反。他要什么？他要我，他用这几个人质告诉我退出上界，不然他把3000人全变成傀儡。叶家第8代，你的选择。我的选择，你的人质我来解，你的工厂我来关。发信号，告诉所有人计划调整，不是等天劫，是现在。让所有人把导管从自己身上拔掉。拔掉导管，修为会立刻暴跌，大部分人连站都站不起来。站不起来就爬，往飞升台爬。导管断开，进度900-312，12人被天道策反，全黑眼中已控制。把他们锁在导管上，别让他们动。已锁定，但天兵巡逻队40息后抵达本阵列。你去熔炉核心，这里我来。你一个人拦不住。谁说我一个人？3000人里有的是断后的，撤的人往飞升台走。给我20息，我去看一个人。谁？杀我的人。陈玄，你，我从上界回来，跟你说几句话。苏荣在门外站了一夜，你知道吗？他知道玉佩是假的，知道是你杀了叶缺，他知道，但他站在门外没有进来杀你。为什么？他听见你魔剑听了一夜，听见你魔剑和你杀我那天一模一样的声音。他不是来杀你的，是来确认一件事，确认自己把玉佩给你，站在那里看着我死值不值？答案不值，但他没有杀你，他回去了，把匕首放回柜子里，坐在绣架前，拆掉那只绣反了的鸳鸯，重新绣头朝同一个方向。他为什么不杀我？上界的人答应我杀了你，给我飞升名额，他们说你只是一个废物，
死了没人会在意。他们说飞升是成仙，是永生的捷径，我相信了。你信错了，我知道，备用团口，3年。我要的飞升名额是被接进导管里当电池，所以你没用它。你用插在擂台上的那一天，我就把它翻出来看了，差2个字，一个是载人，一个是被载。我的剑，你拿着，欠你的命，等你想取的时候来取。这把剑不只是我的，它也是你的。你用它杀过我，所以它也沾过你的血。不拿着，以后你怎么说？他不排斥你了，因为你想死的时候，他听见了。陈轩，我不原谅你，但有一个人需要你保护苏柔。他在门外站了1夜，但他需要一个能站起来的桩子。你现在是那根桩子。跪够了，站起来。你来了。不是野雀，是我。我知道，他走路比你轻。这把剑是他留给你的，不是留给你的吗？是留给我们俩的。我去擂台上跪完最后1夜，然后呢？然后他说欠的命，用活的命换。你不原谅我，我用余生做给你看。你也去？断后的飞升者有多少？120个，够吗？够拖多久？1炷香。？1炷香够我到熔炉核心。去吧。检测到不明修为真仙级以上，方向往熔炉核心。拦住他！距熔炉核心30息，天兵追兵28息追上，前方熔炉核心外围3000。我487，不够，加上断后的120。够，宿主，你的计划是用487具白骨和120个断后飞升者拖住3300天兵，然后一个人闯进熔炉核心，坐上天道的剑，把3000根导管同时反向，然后天劫会追着你进熔炉，劈在你身上，不是劈在那孩子身上。你在骗太奶奶！你说会把天劫引到天道容器身上，但你真正要做的是坐上去，让天劫劈你自己，因为你们2个同坐在熔炉核心，天劫劈你等于劈整个熔炉，导管网络连着所有飞升者，你替3000人扛天劫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坐上去？死了的人坐上去，天道控制不了，但天劫能劈到我。因为你死了，众生隐在你体内，天劫雷对灵魂伤害最大，你扛得住第1道，扛不住第2道。不用扛第2道，太爷爷的第2档天劫会在第1道之后10息内到达。2道天劫在熔炉核心撞在一起，能把整个熔炉炸碎。我坐上去不是为了挡天劫，是为了让天劫精准击中熔炉核心。没有人坐在上面，天劫会劈偏，劈偏了，死在导管上的是3000个飞升者。所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不需要死。第1次是被师兄捅死的，不值。第2次，值。
你来了。你刚才为什么要往导管里灌黑灵力，策反飞升者？因为他们是我的人质，我策反他们，你就会来。我本来就要来。不，你本来要去飞升台，带着3000人撤退。你回管老阵列，是因为我动了你的飞升者。你回来是为了救他们。你姓叶，和叶长生一样，他看我一眼就知道我在想什么。你看我一眼也是，所以他杀了我。上一代容器第99代，他杀了他，通道炸了，天道换了个新容器。你们叶家看我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，别人看我怕，你们看我像在看一个还活着的人。你众生饮，叶长生1万年前炸通道的时候，众生饮的碎片穿透了天道容器的身体，第99代容器被炸死了。但众生饮的碎片扎进了下一代容器的灵魂，我体内有众生饮碎片，一小片，不够觉醒，但够让我记得我是人。你知道你是容器？从8岁那年就知道。我8岁被选中，接近导管，眼珠从白变黑，花了3年。3年之后，我忘了我叫什么，但众生饮的碎片不让我全部忘掉，它卡在我灵魂里，像一根刺，每隔一阵就痛一下。痛的时候，我知道我还是人。你叫什么？我叫月，没有后面的字，他没来得及取完，天道就把他杀了。选中的容器，家属不能留。距天劫18个时辰，太奶奶已撤离导管阵列，3000飞升者正往飞升台方向移动。你身上有天劫的味道，他在追你。对。你要把他引到我身上。对。然后呢？他劈了我，熔炉核心炸了，导管网络崩溃，3000飞升者自由。天道没有了容器，暂时停工100年。100年后他找下一个容器，下一个孩子，继续。那你有没有办法永远关掉工厂？我做了100年，下不来的原因不是导管插在身上，是天道权柄绑住了我的灵魂。但你有众生饮完整版，众生饮是钥匙，钥匙能开锁，也能换锁。怎么换？你坐上来，把众生饮插进座位中心的天道权里，权柄会从我的灵魂上断开，接到你的灵魂上。你想好了，坐上去，永远不下来。放。那是什么？死物？上界怎么会有死物？不是死物，是傀儡！安静！你是叶家第8代叶缺。你知道天道等你们等了多久？每一任监察使上任第1天，都会收到同一份绝密档案，档案名字叶家，里面写叶家血脉内含众生饮，天道头号威胁，一旦发现觉醒者，格杀无断。我已经追杀了30年，没找到一个活的。因为活的你们都杀光了，现在死的来了。我知道你进去看了什么。我当了30年监察使，巡视过导管阵业100次，每次路过288端口，里面那个老妇人都会盯着我看。她眼睛里有一个字，等。她在等你。你为什么不抓她？因为她等的人，可能也是我在等的人。我有一个弟弟，金丹期，飞升那天我送他上去。所以你知道飞升是骗局？知道。
但我穿上这身官服之后回不了头了。我杀了太多人，替天道追杀了30年叶家后代，我手上沾的血洗不掉。那你为什么还站在那一边？让开！第3导管阵列的出口，往前走300丈，左转，飞升台在正下方。我把巡逻队调走，给你们1炷香时间。大人，闭嘴！你在上界待了几年？5年。你见过馆里的飞升者长什么样吗？我见过，每一个都见过。你回去看看导管里那些枯瘦的人形，他们飞升的时候和你一样年轻。你5年后还在骑马巡逻，他们5年后已经被抽干了。天道说这是飞升，我说这是宰人。3000年，宰了无数人，够多了。今天我在任上，我不懒。监察使大人，如果天道追究我的，从此刻起，我不是监察使，我只是一个弟妹死在导管上的哥哥。所有人沿着光柱走，往飞升台方向，不要回头。叶缺，我欠叶家的命。你不是叶家人，那就当是欠的。那个人，新监察使，他把官印摔了。他会死。3000天兵不是所有人都听他，天道的惩罚会来，他站在那儿就是为了挡惩罚。你现在做还是等？雷劫降临，还有72小时15分。众生已每醒1分，天劫早来一袭。看了100年，忘了100年。通道还要多久？半炷香，但天道不会让我们开。他感觉到了，导管阵列里灵力波动已经开始紊乱，他在切断飞升台的外部灵力供给。他要封死飞升台。对，一旦外部灵力全部切断，激活通道需要从内部供，我们体内的灵力不够。够！谁还有灵力往阵盘里灌？1个人不够，10个人，100个人，900个人，够吗？不够。不够的话，我去找。你去哪儿找？上界所有灵力都在导管里，导管在天道手里。有一样东西不在导管里，在人间。天劫提前，还剩8个时辰，我需要你。说，飞升台上的反向通道激活需要外部灵力，上界所有灵力都在天道手里，唯一的灵力源头在人间，你的天劫。原来如此，你要我把天劫灵力灌进飞升通道？对，2道天劫之间是灵力真空，灌进去，通道就能开。灌完之后，天劫还剩多少？不够炸熔炉了。你确定？3000人先出去，天道的事，我坐在上面，永远不放。叶震山第7代，这辈子最骄傲的事，不是用天劫炸了一个上界监察站，是养了一个比你更狠的孙子。天劫核，我自爆时把天劫最核心的能量压缩成了这枚结晶，30年它没散，等的就是今天。灌进去，你的天劫就没了。我知道，30年前我停住它是为了炸上界，30年后我放了它是为了救人。叶家的天劫从来不是用来杀人的。
那是什么？天劫来了！不是叶缺的天劫，是更好的。30年前，叶震山，你还在？通道打开了，走。天道有令，封死飞升台。你们听不见吗？飞升台那边是3000个被炸了100年的飞升者，让他们走。叛徒先清。接战！叶家的傀儡，不是傀儡，是家人，死了还在打的家人。你想封飞升台，先过我这道。你一个人。我的宗门被上界灭了2000年，今天我想还手。你叫什么？薛沉舟，元婴废物。能站起来的，都不是废物。他们也被控制了？不是控制，是净化。天道把我们的恐惧、犹豫、同情这些不必要的东西全部删掉。我们不需要面罩，面罩下面才是真正的我们。把自己练成了什么？效率。人打仗会累，导管打仗不累。叶缺，通道，众生引。不是傀儡，是家人，每一具白骨都有名字。你想听，我念给你：叶不语，叶无风，叶藏舟，叶兆衍，叶求天，叶震岳，叶海，叶震山。你那套对我没用，众生引不是武器，是钥匙。你的导管是锁，钥匙开锁，锁碎。你们不走，说了断后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没有，但没时间了。
月，你自由了。我不知道去哪儿。跟他们走，飞升台通道还没关，去人间。你呢？我坐在这儿。你说的自由，包括我吗？包括。宿主请注意，反向意味着你体内的修为会被灌进3000根导管，灌给每一个还活着的飞升者。大成期的修为，你自己不留。不留。真的坐上去了。快走，别浪费他灌回来的灵力。太奶奶，你是月第100代容器，刚卸任，下面还有一个刚上任的在替我扛着。你们快走，他撑不了太久。你不走，我欠他的。你不用跟，你修为不够，回去打天兵的事你做不了，护人你行。你刚才说你是废物，不是？我当了100年天道，见过这个上界所有厉害的人，没有一个敢捏着一块破阵盘站在禁卫阵列面前，你第一个。你回来干什么？帮你。你说的是永远不下来，没说永远一个人坐在这儿。天道权柄可以分担，我是第100代，你是第101代，初代和2代一起坐着，权柄的力量对半分，一个人扛不住，2个人够。100年才脱下来，再坐回去。我自愿的，和8岁那年被抓来不一样。天道权柄已分割，当前运转速率0%，飞升台通道全开，飞升者撤离人数2914人，失踪86人，包括第97任监察使。97人还在云台上，肩上插着矛，刀没放，禁卫阵列被他一个人拖住了，天兵禁卫还剩600人。他撑不了多久。太爷爷，你的天劫现在。小缺等太久了。极北之门的后面是1万年的飞升者，他还活着，他还在等。小缺，门快开了，钥匙在你手上，太爷爷只能开到这儿。叶缺，他叫什么？叶缺，叶家第8代。
他们在叫你。导管回流进度58%，飞升者体能恢复平均34%，飞升台撤离人数2941人，最后一批断后者85人还在云台上，正在抵挡禁卫阵列。月，你替我坐一会儿，我出去一趟。你去哪儿？把剩下的带回来。你坐上了，坐上了，那就好。你体内有导管种子，每一任监察者上任，天道都会在体内种一颗种子，种子发芽，导管占满全身，变成禁卫副将那样。我拖了30年没让它发芽，但刚才禁卫副将摘下面罩的时候，我的种子受到感应，开始长了。还能撑多久？够你把人带走。走，我替你们挡着。你叫什么？梁不言，父亲是个矿工。他说少说多做，所以叫不言。梁不言，你的名字我记住了。这些就是受伤的飞升者吗？希望众生饮能止住这个伤。你是叶缺，走。这就是传送过来的飞升者吗？那个监察使，他叫梁不言，他父亲是矿工，少说多做。我下去了，你……我会在上面看着他走完。禁卫阵列正朝飞升台方向推进，预判抵达40息。禁卫，国少，让飞升台关闭通道，最后40秒。我来给他们留路。飞升台通道关闭，最后一个飞升者降回人间。别站着，去找！爹，我回来了。你瘦了，你也老了。307号导管，你爹每个月都攥着你的玉简攥到天亮，每次攥完之后，他会去擂台上跪一炷香，不是跪任何人，是跪那把剑，剑里有叶缺。他说他不求叶缺原谅，只求叶缺别恨你，你是被抽的，他也是被抽的。叶缺在哪儿？上面坐着，替你们所有人挡天劫。堂堂，搁在上面，粥你自己喝，碗别凉。
热的，你骗我，你又骗我！你回来自己喝，我给你留着。那是我哥的剑，是他的，他插的。他说等我回来取。你认得我？你哥，他对你说过什么？他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。我还没长大，他已经不在了。你的剑还在我那儿，不用还。我不是来还的，是想问你，剑还要不要？那把剑不是我的，从来不是。我用它杀了叶缺，他记住了，他在等他的主人回来取。他等的人在上面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在这等，不是等剑出鞘，是等他回来。他说下一剑欠着，欠了7天，我想还，但他不回来取。这把剑认得我，因为他在你体内附过身。那天晚上你站在我门外，袖子里揣着匕首，剑感觉到了，他没通知我，他帮了你。我以为把玉佩给你是对的。你没错，你只是把一件东西给了一个不该给的人，他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我拿去鉴定，鉴定完发现是假的，我没有告诉你，反而把假玉卖了换真的。我对你说，你的那块我珍藏起来了，假的，我瞒了你3年。那个零食铺老板，我去赎玉佩的那天，他认出了假玉，他说3年了，买这块玉的年轻人死了，被谁杀的？我说是我。老板看了我很久，然后把假玉还给我，没收赎金。他说你拿去给他妹妹，我不卖私人戴过的玉。你拿了吗？拿了，在我怀里。他说真的他不稀罕，假的至少能满一阵子。什么？铺子老板告诉我，叶缺买玉那天，老板问给谁的，叶缺说给一个丢了东西的人。老板说那送假的怎么行？叶缺说真的人家不喜欢，假的至少还能骗一阵子。老板笑不出来了。我要去一趟零食铺。干什么？把真的赎回来，还给叶小棠，假的我自己留着。还不还？这块玉在我这儿放了3年，该回去了。如果以后有人拿真货来赎，不要收钱，把玉给一个叫叶小棠的小女孩。哥，你真啰嗦，人都死了还留字条。等我下去的时候，带你们一起。白骨收集信度99%，太爷爷白骨散落未收集。他知道我要下去，他在等我亲手捡。叶仙，啊，那上面有光。我分出了一份意识，附在一具刚回到人间的白骨上。太爷爷说起曾经的时候，说那时候啊，讲究个全尸，连骨头缝里都得写上名字。太爷爷没有全尸，自爆炸碎的。底层禁卫副将战死后，尸体坠落于此，已沉寂300年。叶擎苍、叶怀远、叶振海、叶振山，4块碑，4个人，4种死法，同一个理。天劫倒计时90、19年，太奶奶学堂激活。太爷爷坐过的那块碑，碑座上搁着他生前一直盘的石头，
一颗普通的鹅卵石被盘了30年，磨得发亮。我带不走活人的东西，但死人的一块石头，就让我这个死人带走吧。等魔石消失的那天，我就可以去拔剑了。为什么把假玉摆在显眼的地方？真的不是还给叶小桃了吗？2块玉块骗了我3年，1块等了我3年，都是他的。把这个埋在飞升台旧址，以后别再见了。出塞王昌龄，秦时明月汉时。你想下去看看吗？可以吗？下去待30息，我替你摁住权柄，30息够你走一趟了。哥，30息，下来看看你。还疼吗？早不疼了。你上次说的，等我长大了就知道了。我10岁了，能知道了吗？还差一点，等你12岁，那时候众生也会自己醒。你是叶家第一个不需要死就能觉醒的人，因为哥在天上替你挡着。堂堂，周别凉，哥在上面能感觉到温度。那你能感觉到我每天给你留的那碗吗？能，每晚都喝过，从天上灌下来的。这个殿供了几百年祖师像，祖师从来没下过人间。叶缺坐上去3年，给3000人挡天劫，供祖师不如教书。第7代弟子某某某飞升，3年后玉简传回，第3导管阵裂，端口412，已死，导管还在抽。这上面的字，你们每个人都要会背，不是让你们记住有人死了，是让你们记住，有人知道真相却不敢说。以后谁再劝人飞升，谁就是下一个在底座下偷偷压字条的人。第7代弟子某某某飞升，3年后玉简传回，第3管导战裂。上课了，别学我飞升。一把朝北，一把朝上。朝北的是叶家的方向，叶真海用天劫替我爹炸了半个镇仙城的人；朝上的是叶缺，替我爹挡曹管15年的人。假玉配金线，假的事做成了真的，我才明白叶缺当年为什么买假的，不是为了骗我，是为了给我一个可以向自己交代的理由。我当时需要那块玉佩，不管真假，叶缺知道。那个魔剑的，杀我的人，你原谅他了？没有，但他在替我守着妹妹，守了3年，磨没了3块石头，我欠他一个谢，还没说。你要给他带个话吗？
哥，我12岁了。太奶奶，那是什么？叶家有人醒了，是活着醒的。众生隐诀醒度100%，第13代叶家血脉，叶小棠状态活着。我是死了才觉醒的，他活着的。叶家的规矩，每代人替下一代人扛，我扛了5年，轮到他扛了。你要下去把剑拿回来吗？剑上刻着我的名字，但那是他的剑了。快趁热吃吧。众生影非附身状态注入。那不是月亮，是叶缺和月在看人间。那位奶奶去哪儿了？去找一个比他先到的人，在乱葬岗等了他很久。乱葬岗在哪儿？哥，门要2把钥匙，我和你能不能一起开？天亮了。哥，你不回来了！糖糖，钥匙归你了，别来找哥，你还活着，替我把那些人带回人间。我的父亲是矿工。挖石头的人，少说多做。6岁那年跟着我爹下过一次矿。
留着，买书，识字。我用那一捧碎灵石买了3本书，没有笔，用灵石碎片在矿壁上写，写完擦掉，再写，矿壁上永远有新字。12岁那年，我测了灵根，中等偏下，不出众，但够修炼。飞升，别留在矿里。不言，去就回。30年到化神期，修炼时重复枯燥不间断，和爹挖灵石的方式一模一样。尔等颇有资质，做事踏实，不说话。监察使不需要会说话的人。飞升后我回去过一次，矿已经封了。不发芽就是寿命，发芽就是进位，你自己选。我巡查过导管阵列无数次，每次路过第288端口，里面的老妇人盯着我看，眼神里有一个字，我知道她在等谁。我也想等，但我不敢。我巡视了无数次，但412端口我只去过一次。412是我爹挖矿时的工号，我不敢多看。我最后的战斗是在云台上，体内导管终于发芽了。爹，我可以想起你了。挖石头的人少说多做。你叫什么？我叫月，娘还没取完名字。天道选中容器的规则，家人不能聊。他8岁，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他害死了自己的娘。不再显示面部，只显示导管编号。之后100年，我坐在熔炉核心，几千根连着我的后背。每天的工作是看着导管阵列里每个飞升者的灵力抽取速率，直到我看见叶长生的监控画面。你不是容器，你是人。看完监控后，心里隐约有了一层期待。那一天期待终于实现，叶缺来了。你要杀我吗？不要，我要你坐到我旁边来。从那之后，我和他一起压着天道权柄导管，不再抽取灵力了，全变成了回流。我不再看抽取速率，开始记录曾经死去的飞升者。这不是容器标记，是活人的标记。我100年没当过人了，做不好怎么办？你已经做好了，月生。100年了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。你是新来的，别怕。
我叫叶缺，叶家第8代，你们在等的叶家人。我还在。我要讲的是不飞升的理由。这是他救了我，我这条命就不能再被浪费掉。我要活。2年，矿工之子，少说多做。